你们闹够了没有？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啊！许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打一场了。老三，开心点。不止出了汗、出血，还出了这几天兄弟间的这口恶气。顾兄弟，多有得罪。其实我和各寨主兄弟商量过了，都非常希望顾兄弟你能入伙我们连云寨。刚才他们跟你闹，其实是按照我们连云寨的老规矩，看看入伙英雄的身手和胆量。原来如此，我顾惜朝从小爱慕豪杰侠客，今天在众寨主英雄面前献丑了。其实这2年我在边关抗辽，常常因为我指挥失误而打败仗，连累了许多弟兄战死。我根本不配做大当家。顾兄弟，你要是能来到连云寨，依仗你的才能，一定能做一番大的事业。你我既然志同道合，现在生死与共如何？顾兄弟，你愿不愿意挂住到连云寨？太过突然，容我考虑。好，我到7厅9寺等你。但是我等人的期限也快到了，你可不可以在我走之前答复我？我若同意挂住，我有个非分的要求，要做就要做大寨主。我真有此心。必须有和你一样的权利。大寨主理应如此。你就这么信任我，把我当成兄弟？我没有把你当兄弟，我把你当作知音。我现在就答应你。红袍，将大顶峰我的大帐给顾兄弟住。3天之后午时，在大顶峰举行拜香仪式。顾兄弟正式挂住连云寨，做连云寨的大寨主。是不是太急了点？再说这拜香也应该先查查黄历，挑个良辰吉时啊。行到就行了，不讲究那个。按大寨的规矩，我是顾兄弟的担保人，一定要参加拜香。可是这几天，我答应一个朋友，为他办一件事情，不能离开。拜香之事也不能耽搁。时间一长，我又怕顾兄弟改主意了。既然答应了，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改。还是先把你请下的好。我可知道有人等着你回去呢。谁啊？拜完香，你就可以接他来咱们连云寨。再说，大当家，我们这就回连云寨准备一下，还要通知武林同道，连云寨请了大寨主，3天之后午时拜香。好。
真威风啊！你们是什么人？进来也不通报一声，难道不知道这里是生杀大帐吗？新来的，有什么本事亮出来看看？凭什么你做大寨主啊？你们是哪位寨主的帐下？我们是四寨主飞猿勾清风的弟子。连四乱，连云四乱，好名字。你们以为起了个好名字，就真可以犯上作乱吗？大寨主，您的武功，武功好，未必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更何况要在天下人之上，你得用脑。属下无知，冒犯了大寨主，请大寨主恕罪。这是金疮药，你们拿去抹了，不消1个时辰，你们的伤口就会愈合。谢大寨主。你们是四寨主的弟子，是否也学会了他的本领？如果四寨主不在，山林中的野兽自然也会当我们是神猿。哼，可惜啊，可惜！人生苦短，还有多少个如果给你们蹉跎呢？大寨主武功那么好，请大寨主教我们该怎么做。做官，男子汉大丈夫能当上一官半职，手中有权，为朝廷建功立业。大寨主能让我们做官？让我们做官？只要你们听我的，官有的做，连云寨都是你们的。谢大寨主。拜香那天，大顶峰之上一定会很热闹的。
微风，一切都在妙算之中，算无遗漏，请你快替我报喜去吧。相爷，西昭信不辱使命，已将戚少商以及他的7个同党除掉，连云寨也已灰飞烟灭。不日，西昭即携逆水寒宝剑返京面城。请相爷转告爱妻婉情，西昭甚是思念，刻骨铭心。大当家，大当家，好久没有回来了。是，早就听说大当家从边关回来，一直不见大当家回大寨，大伙儿想得紧呢。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你们以后有新的寨主，好好听他的话。是，迎大当家，迎大当家，迎大当家，大当家，让我来报阳。大当家回来喽！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喽！迎大当家！禀大寨主，都安排好了。好个霍乱部！朝廷一定会栽培你们。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要说连云寨，以后连江湖都是你们的。大寨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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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报大寨主，戚少商已经上山回到大寨。老血光、阮明正、勾清风、游天龙、马掌柜、孟有威，还有孟救兵他们都朝这边来了。他是我最好的猎鹰，他比他的同伴都聪明，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对待他。他名字叫微风，他不仅受训练能传递讯息，也可侦察。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警告我。傅宗书，啊，那可是丞相啊！这确实是丞相的信。你们要时刻记住，你们是在给相爷办事，不能出任何差错。是。什么东西在叫啊？原来是大当家的2只下奶的小公羊啊！上鬼老六，在这儿乘凉啊？大当家，我正要去大寨参加你和顾大寨主的拜相仪式呢，路过。这，鼓鼓囊囊怀里揣着什么呢？
没什么。哎，连我都不能看啊！拿来。是签字文。红小姐，你可别笑话我，我就是要考状元。我要是考上了状元，我就能读很多兵书，看很多战法。到时候我再回到山寨，我就可以出点主意。你也不喜欢顾惜朝，对吗？没有啊，我觉得顾大寨主挺好的，他一看就是那种有大本事的人。可是他这个人，哎呀，我说不好。老实人呢？你摸我的手心。哎呀，怎么全是汗，冰凉的呀？我红袍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可自从大当家让顾惜朝到连云寨以后，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还有2个时辰，顾惜朝就要拜相，做连云寨的大寨主了。红袍姐，红袍姐，有话你就说嘛，你憋在心里会憋坏自己的。查不到顾惜朝一丝一毫的来历，这就很奇怪。我总觉得他是冲大当家来的。红袍姐，要不然这样，咱们劝大当家的，不要让他做大寨主了。大当家现在一心一意想要让他入伙咱们连云寨，不会听我们的。再说，我们的怀疑也没有凭证。老八，你不要去参加拜相了，你带上各寨主的战马，到大寨外的虎尾溪等候，见不到我不要离开。记住，就你一个人知道，谁也不要告诉。嗨。按照大寨主的杀无赦计划，已经和冷忽尔、仙羽绸和18尊联络好了，只等大寨主的信号。好，拜相的时辰就要到了，你们先去，我去接戚少商。是。好，就这样。提前来了，刚到。不进来。按山寨规矩，大寨主以下，各寨主和头领进大寨主的大帐，要在帐外高声的通报。我在这里正犹豫不决，一时放不下架子通报，毕竟我曾是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这个大寨主是你让出来的。我是把大寨主的担子卸给你扛。我这把剑已经是第2次铮铮而鸣。常听说，宝剑遇到主人凶险时，就会月下争鸣，给主人报警。没想到这是真的。那都是因为你来了。宝剑越鞘而出，铮铮而鸣，也不全是为了市井。此剑是一位朋友所赠，曾经在边关抗辽战场上杀敌无数。你来了，要带大家保卫大宋江山，收复燕云16州。想必这把宝剑是因为寂寞多日，要上阵杀敌了，所以跃跃欲试。哎，他们来了。少明，哎，众家兄弟回家相聚，我们摆上这100单8桌的
的酒宴，猪狗牛鸭肉样样都有，还有上等的好酒，大伙儿一定要一醉方休啊！啊！我把戏班都请来了，大唱3天3夜。今天拜香啊，大喜！我采购了3车的烟花炮竹啊，来喝。好3天了没过饭都请来练习啊！老七、小孟、老八、小木找个好媳妇呀！我跟你们说呀，那些女孩子家都不是咱们做山大王的，是读书人家，比你们啊都强。来喝。大寨主，只差8寨主穆九平，到现在还不见踪影。哼，你看他们这些人，说起来也算是英雄，却偏偏要落草为寇，整日里舞刀弄枪，只是为了义气，全部把性命当做一回事。禀报顾大寨主，冷忽尔、鲜于愁2位将军带领朝廷高手已经进入山寨。大寨主，我们动手吧。这个时候，穆九平不会无故迟到。大寨主，冷忽尔、鲜于愁2位将军催促大寨主快点动手。我呼喝杀无赦这3个字的时候再动手。你们去吧，看住他们，切勿盲动，等我信号。是。大寨主。师傅，哟呵，你们4个不在卡子上守着，都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啊，这人小鬼点子可不少啊，就怕新来的大寨主不认识你们。下去。是。都还是孩子嘛，你们先去吧。拜完香以后，我就去你们那儿看看。是。大寨主，我看时辰到了。好。说你们像人吧，说话都像畜生叫；可说你们像畜生吧，还都长了副人样。来喝，不醉不归啊！齐大侠，连云寨绥靖平安，全仗戚少商大当家的约束众寨主，收服各路强盗土匪，眼下为国为民，又组织义军抗辽，我等特来表示敬意啊！今后连云寨在2位当家的共同治理下，连云寨一定兵强马壮，人多浩荡。这连云寨的声威实力啊，一定会是天下无双啊！得诸位如此赞誉，连云寨日后更不敢松懈，一定尽心尽力为大家做事，不辜负大家的希望。红袍，老八穆九平怎么还没来？还好，所有的鸡蛋没在一个筐里，要不然万一天崩地裂，咱们连云寨就连一个寨主也剩不下了。莫非他是去考状元去了？哎呀，顾大寨主，你可真是妙算呐！这穆九平还真是考状元去了，他先去乡试考秀才。红袍，你没头没脑，乱开玩笑。也不全是玩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天时一变，你不知道哪块云上面有雨啊？没准啊，咱们镇前锋老八真的考个状元回来，还说不定呢。哎，对呀。那考上没有啊？哎，可惜出师不利呀。魁星爷踢斗，踢了他一个跟斗。虽说不是相隔10万8千里，可也是隔了一座山，横了一道水。那些考官们呐，捂住了嘴，才没笑出牙来。咱们这个地方只能长蒿子杆，哪能生出灵芝草来呀？这都没考上，他怎么还不来？哎，他去寻访名师去了。他决心学好了再考，非给咱连云寨呀
争个光。时辰已经到了。还是等等穆寨主。这个老八起大早赶晚集，怎么会迟到？不等他了，吉时不能错过。开始吧。时辰到，拜香。19根，其中18根是18罗汉，分5队，前3，后4，左5，右6，当中再插一根是大当家的。香，挂主人跪下。你要起个誓言，这是连云寨入伙的规矩。行低人不低，你跟我说吧。我要是横推力压，不信、不忠、不义；我要是横推力压，不信、不忠、不义。出卖兄弟，我不得好死。上阵，一刀被杀，一箭被射。上阵，一刀被杀，一箭被射。喝水呛死，吃饭噎死。从今以后，死这个字只能现在说，今后不许说。遇到死，你就说倒了，或睡了，也说走了。如果你出了事，我这担保人也和你一起受惩。两挂鞭一起放，响到一起，担保人说话。如今，连云寨以北快马1日就到了500里外，燕云16州已经被敌人所占领了。若不是大宋军民奋起抗敌，他们也不会提出议和的。连云山水好，连云寨要照顾我们的父老。我今天请你来，是为了请你一起来保家卫国。你比我年富力强，有胆识，有心计。连云寨要依靠你的力量和才干，才能够屹立于江湖之上，让敌人知道咱们大宋人的厉害。豁出去半斤8两的大好人头，挂主人说话。我今来入伙，就和兄弟一条心。如果不一条心呢？如果不一条心，宁愿天打5雷轰，叫大当家杀了我。我今入了伙，就和众兄弟们一条心，不走漏风声，不叛变，不出卖朋友，守寨规。违反了，千刀万剐，叫大当家杀了我。都是一家人，起来吧。谢大当家。李子驹，这字据要交由先生保管，红袍就是我们的先生。这就是入伙的手续，上面写明你的来意，愿意走马飞尘，不计生死什么的。
我带你认认众兄弟们。按山寨的规矩，要先到龙头二寨主劳学光那里。二寨主他是负责冲锋打仗的，你去说，听二寨主的指点。听龙头二寨主兄弟指点。按山寨的老规矩说吧，都是自家人。强中自有强中手，你的功夫还得好好练。每天早点起来，别踏被窝子，也没有吃奶的孩子。到了你的卡子里边，放机灵点，有事你要及时发号。大家的命可都在你这儿了，有难的时候不要怕，有兄弟们在一块儿。拿来！谢二寨主。四寨主勾清风，四寨主是我们连云寨的粮台，他主管吃喝住宿粮。听粮台四寨主兄弟的。哎，都是弟兄，不用客气。哎，以后你吃饭的时候可别挑肥拣瘦啊！如果东西少了，大伙儿分着吃，知道吗？听说过孔融让梨吧？啊，好生学着点。哎，饿的时候兄弟们吃啥你吃啥啊，知道吗？这一点大当家的和二寨主已经给大家做了规矩。来，给他拿到衣服、皂角和被窝来。嘿嘿，这是狐狸皮的帽子啊，这个呢小烟袋，这都是大当家和二寨主送给你的啊。拿来，来，我给你介绍。还有呢，这腰带子很重要的，行走江湖，12尺6寸啊。除了能挂刀挂剑以外，还可以藏金卷银啊！大寨主以后行走江湖到了人家酒楼你一定要靠窗谈户，好用它逃跑。这便是水乡，水乡是咱们山寨的军师爷。兄弟听水乡三寨主的。什么都不多说了，记住你发的毒誓。来。见过咱们山寨的炮头，五寨主游天龙，他是我们山寨的先锋官，打仗冲在前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你有胆子吗？打仗时候前打后跑可不行。不跑。你应该打死也不后退。打死也不后退。哎，现在后悔你还不算丢人现眼，等到了战场上你再后悔，我这拳头可没长眼睛。不跑，死也不后退。哎，你应该说，听五兄弟游天龙的。听五兄弟游天龙的。好。从今以后，顾继昭就是连云寨的大寨主，治理山寨。众兄弟拜见大寨主。众兄弟们瞧得起我，我却之不恭，当之有愧。请起。英雄他歌，朝廷平乱将军冷胡儿先于仇拜山。谢小沙八大寨主，见官不跪。首先办你个忤逆之罪。原来是鲜于将军、冷胡儿将军。你们人有几十？个个都挂着甲胄护心镜，什么意思？戚少商，你好大的胆子！10年来，我大宋将士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抗击辽邦，终将辽邦拒之于燕云16州，可喜可贺。可我大宋也出了汉奸李陵，叛逃辽邦。九仙神龙，你可知罪？不知。不知道。哼。现已查明，盘踞一方的连云寨戚少商等，看准“乱世造英雄”这句话，与汉奸李陵串通，招兵买马，谋攻辽造反。哈哈哈，戚少商，李陵被捕了，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的事儿发了。八大寨主也是邪从啊！嘿，你们可真是难得呀，还在这里过节日。按大宋律法，
通敌汉奸为第一罪。戚少商，咱们是生死约会，反抗没有用。提血不杀。一起打上！起来！寻常农夫田亩之争也需要个地气。你有什么证据？戚少商，你手中的宝剑就是证据。这宝剑是你的吗？不是。那谁的？不知道。不知道。戚少商，你手中的宝剑就是汉奸李陵的宝剑逆水寒。听说朝廷刚抓了一个私通辽邦的80万禁军教头李陵，是啊，他的佩剑就叫逆水寒。他用这把宝剑杀了不少朝廷带去的。不见得是把宝剑就是逆水寒剑，天下的宝剑多了，是不是？是啊，有什么证据啊？是啊，一下碰辽。戚少商，对，你说此剑是不是逆水寒？是。这真的是逆水寒剑啊！难不成大当家真的和李陵串通，通敌叛国？戚少商，你这个汉奸，你还有什么话说？呵呵，没有话说，没有话说就是默认。李陵已经被捕，他对你2人叛国通辽的罪行供认不讳，被辽暗封为夷字王，位列头廷将。这是辽帅给你的委任状。委任状啊！看看，大家看看，证据面前的人这个是卖国求荣啊，签的委任状，卖国贼呀！卖国求荣啊！走！戚少商，你还不束手就擒，随我进京受审。若是反抗，就地正法。此事，戚少商眼下有嘴说不清。此剑却是一朋友赠送，此朋友姓甚名谁，我真的不知道。别的术不能多说。哎，戚少商，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如今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在，你是想自行了断呢，还是想让我们动手啊？国有国法，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戚少商，你的事情败露了，你完了！不用说话，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好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今天你伏法也得伏法，你不伏法也得伏法。杀！这里有毒！酒里真的有毒，我们中计了。兄弟！
顾惜章，你为什么还不进来？我在等七大当家为各位寨主兄弟解毒。酒里是天下剧毒治寒香子宴啊，治寒的香子宴。还是老二哥老江湖见识广，知道香子宴。传闻此毒是燕子神被困在石箱子中，闷热而死，死后冤魂诅咒天地间温暖，化身此治寒的毒。中了此毒者，若是硬去运功逼毒，若是内力不够，反而加大了毒力。除非内力真正深厚到一定境界的人出手，以自己内力帮助中毒的人逼住毒。大当家，如果再不用你的深厚内力出手为咱们各位寨主兄弟解毒，护住心脉，他们马上就会死。二哥，你过来。大当家。大当家，你别小看了弟兄们，弟兄们自己能够运力解毒，就算那些香子叶，咱们也当它是太阳晒入血。可是，如果你出手救咱们各位寨主兄弟，重伤之下，你就要耗去内力。等你内力耗尽，你身中剧毒，还挨了我一刀，我就不能容你活着离开这大帐。大当家，你救还是不救？顾惜章，你好毒！他一步步早都想好了，我们杀出去，拼他个你死我活！你们不相信我？当家，这么冷的天，没想到你会来看我。你还在吗？在。酒里面的毒都是你早有预谋的吗？不错。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同伙？是。这里的事是我主持。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七少商果然了得，受了这么重的伤，又中了剧毒，居然还能说话。我顾惜朝心存报国之志，并非尔等江湖草马。我奉当朝丞相傅宗书的密令，杀叛国投敌的连云寨大当家七少商。我是在为朝廷做事。顾惜朝，你这狗贼！大当家自从齐廷九寺结识你，把你当作兄弟，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大当家敬重你，把你当作好友之交，可你却……若不是你们阴谋篡逆，或许咱们能够成为朋友。可惜呀，道不同不相为谋。此刻，我与七少商
只是一个任务要完成，并无兄弟之情、朋友之意。我现在受朝廷之命，就地正法通辽叛国的戚少商及其余党。戚少商，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你相信我是汉奸？你无法解释你手中的逆水寒宝剑，那分明是汉奸李陵的，你却说不知道。关于这把剑，我答应了一个朋友，不能说。不说最好，我也不必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将你就地正法，不管审判，杀你是我的事。杀吧，杀！杀！杀！仙玉先生，你看，戚少商也该为你几位债主逼好毒了吧？差不多了。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我来背你。不用。留住你的手，翻气，杀！杀！谁杀了我的羊？我。小斧，戚少商，我这神窟小斧专破高手罡气，你守住气魄的罡气已被我破了，还不魂飞魄散？大当家，大当家！起了这么大的雾啊！这不是雾，这是山里的大风暴。其他各位寨主，如果能反正，助朝廷拿下戚少商，既往不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大家赶快撤！阿哥，不知道大家撤！走。快！
当家，咱们已经出了云雾了。把我放下。好。大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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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啊！快拿药来！药！红袍诸葛也会哭啊！我不哭，又能怎么样？你这样子休做连云寨三寨主。不哭就不哭。我没有同僚叛国，我们都知道。看到你们双眼充血，一定和我一样，心里充满悲愤。大当家，我牙都快咬碎了。你们连云寨的7大当家还没有死。面对这把逆水寒宝剑，我保证，我一定会为连云寨洗清罪名。我一定要站起来。干什么？拿好自己的兵器。我站起来，他们才会振奋，才会求生。现在他们不能没有我。我要让他们看到，狮子受再大的打击还是狮子。连云寨二寨主劳学光传令，趁顾惜朝被云雾困住，前面是连云4乱的关卡，那里还有咱们的精兵，快去和他们会合，在云雾飘走之前，冲出大寨。是。传大当家令，趁顾惜朝被云雾困住，赶去连云4乱的关卡，和那里的精兵会合，在云雾飘走之前，冲出大寨。冲出大寨，为连云寨许愿！许愿！走！老六，我内力不足，你扶我一下。好。顾惜朝吗？云雾一散，顾惜朝他们就要追来了，我要去拦着他们。红袍姐，你怎么还在哭啊？大当家不在，你就让我哭吧。大当家的不会死的。他要死，我也得死在他前面。不，大当家身边不能没有你，你是咱们连云寨的女诸葛。现在老二哥、马掌柜和老五他们都受了伤、中了毒，不能使用内力了。小梦的腿也肿得跟腰似的。大当家身边再没有了你，谁替大伙儿拿主意呀？别犹豫了，赶紧走！追上大当家，带大当家走，我留下。胡芳姐，把这个放在我表妹的坟上。驾！
西昭，这独木桥是鲫鱼背的唯一通道，我在这儿把持着，你最好小心点。这两边全是悬崖峭壁，过来吧。传闻连云寨有4大块：连云寨的崛起、九线神龙的剑，还有你勾飞猿的轻功和红袍诸葛的心眼儿。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快！呀！你投降？哎，跟他们打没意思。你想跟我打？我看你倒像羊圈里站了个驴呀！骂人我不行，打架你不行。勾清风，你这条12寸半的腰带很实用。这样吧，给我留些颜面，向朝廷投降吧。顾西昭，我问你一件事：连云4乱是怎么被你收买的？很容易。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哦，你在试探我。没错。连云4乱是被我收买了，他们愿意为朝廷效命。你们死了以后，连云寨8大寨合并4寨，连云4乱将成为新的山寨主。不过，你为什么单单只问连云4乱呢？大寨主，师傅。你们4个不在卡子上守着，都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啊，这人小鬼点子可不少啊！就怕新来的大寨主不认识你们。下去。是。都还是孩子嘛，你们先去吧。摆完香以后，我再到你们来看看。是。是不是因为你们要从连云4乱的卡子逃出连云寨？你们仗着熟悉地形，想借大雾投奔连云4乱的卡子，这才担心连云4乱已经背叛，是不是？真的是谢谢你提醒我呀！让我来救你。做梦吧你！上最轻，先开路去卡子，让4乱来接应我们。顾惜昭，你杀了苟清风，你根本就没有丝毫侠义之心，根本就没有把咱们当兄弟、当朋友，我根本就瞎了眼。顾惜昭。要是不杀了你，为老死报仇，那就是老天瞎了眼。
思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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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思伦叛变了，快走！小鲁。 为什么背叛我？为了我们的师傅，我本可以一剑杀了你。念在你是我山寨的兄弟，我饶了你。不明真相，算你命大。说，谁是你的师傅？我们的师傅是顾大寨主，只有他才够资格做我们的师傅。顾大寨主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当得一官半职，手中有权。 做江湖草莽和狗屁大侠，再风光再诱人，也跟做戏的戏子、窑子里的婊子一样。顾大寨主说，你们本是英雄，却无言瘴气，整日里舞刀弄枪，只为了义气，乱喊乱叫，全不把性命当回事。顾大寨主才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命官，相爷的得力门生，没有人能比。等把你这个汉奸除了，顾大寨主就带咱们去京城。 为朝廷建功立业。顾大寨主早就设计好杀你，把你看成是一只要捏死的臭虫，你还把大寨主看成是朋友，热脸去贴顾大寨主。别说你是汉奸，就凭这个，再跟着你这样的大当家就丢人。大当家，你们这帮顾一朝的走狗！ 走！他发响箭，顾西昭快到了，快走！走！哎，黄宝姐，你没事吧？ 黄宝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大顶峰。什么？你是说顾西昭到大顶峰？对，我们不进反退，顾西昭意料不到，他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再回大顶峰杀人场。走，走，快！
箱子眼还毒发作了。好，没关系，大当家还有脉。哎，小孟，快过来！哎，红袍姐，我来。大当家，来起来！红袍，你是不是想用大顶峰的那条暗道？那条暗道可是废弃多年了，万一……哎呀，二哥，眼下我们想冲出卡子已经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暗道这唯一的一条出路啊！那样会不会太冒险？险不险？先甩掉后面的追兵再说。万一顾惜朝追来，到时候咱们凶多吉少。眼下只有赌一把了。好吧。顾惜朝。站住！你们想怎么样？你们什么人？看到戚少商了吗？他们都没跟上来。三寨主，咱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百姓，加入连云寨是为了跟七大当家去边关杀辽贼。我们都有一家老小，要是不听顾惜招的，朝廷要治罪啊！其实我们都不相信七大当家会通辽叛国。好，二哥，你们先走。好，走。三寨主，有事吗？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去的方向是大顶峰，还请你们守着这秘密。我们对天发誓，绝对不说。我怎么相信你们能守住这个秘密？我会让三寨主放心的。三寨主，你一定要保住大当家，咱们连云寨绝对不是投辽叛国的地方，咱们连云寨人义水田。我对天发誓，一定会保住大当家。
看他还能活多久。奶奶的，这几个小兔崽子比咱们还狠呢！老冷啊，你的狠呢是做出来的，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狠呢，拿狠当乐子，不知轻重。哼！子乱，齐少商在哪里？我们本来已经抓到齐少商的手脚了，他跑了，是我抓住他手脚的。别多说了，是不是跑了？是。跑去哪个方向？那边。那边，这边。不对，是那边，那边呀，那边是那边。齐少商到底跑去哪里？这么大的地方，往哪去搜啊？我临行前曾向相爷起誓，必杀齐少商，若有阻挡，遇阻是阻，遇佛杀佛。还没有败。齐少商虽然活着，可在我眼里，我已把他当作鬼。想必他没有走远，一定还在大寨附近。无论地方有多大，我们要把他搜出来。从山寨中央向四周搜，往林子里面搜，按部就班，从这头到另一头，一个地方也不放过。对，一个地方都不放过，一定能把他搜出来。搜！不能只是搜，只靠搜不是办法。我要借寨兵一用，引齐少商出来。红毛姐，这里有个暗道。对，快！真有个暗道。早年，我和其他的几位寨主还没有加入连云寨，大当家还没有入主的时候，山寨里只有老二哥和钩子，他们为了以防万一，开凿了这条暗道。我和大当家提到过连云寨有处暗道，可是我跟他说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我要是用得上这条暗道，连云寨也就不存在了。”我也就再也没提起过。今天用上了。这条暗道有2个出口，一头呢是通往大寨外虎尾溪，多年不用，就是不知道还通不通；另一头呢，通往大顶峰下的乌鸦岭，从暗道可以直接通到乌鸦岭的废屋里边。小梦，是不是我妄听？红毛姐，我也听见了，是人被残杀时的惨叫声。齐少商，如果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要……我去救。老六，不要轻举妄动，先把大当家带进暗道。齐少商，小梦，你出去看看，你出来，要小心。哦，红毛姐，我去了。快！火把小心点，暗道里有炸药。齐少商，你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杀光连云寨，把连云寨变成炼狱。二哥，我在想，如何能躲过眼前朝廷对大当家的追杀，并且躲过日后的追杀，咱们还需商议一下计策呀。我们还要救那些无辜的喽啰兄弟们，他们可都是连云山水的子弟，为了抗辽保家乡，他们才入连云寨当义军的。不知道小梦在外面会不会有危险呢？
什么？你怎么了？杀人我见得多了，可是他们杀人。你说呀！红袍姐，他们说喽喽兄弟们把大当家藏起来了，他们让他们自己挖坑，挖完了跳下去，后面的人埋，然后再挖坑，再跳下去，再埋。红袍姐，他们说就这么一直杀下去，杀下去，杀下去，杀到大当家出来为止。不要哭了，这样有用吗？我怎么相信你们能守住这个秘密？我会让三寨主放心的。三寨主，你一定要保住大当家。咱们连云寨绝对不是投辽叛国的地方，咱们连云寨人义水田。杀咱连云寨的寨兵。他们说，如果大当家不出去的话，他们就要把连云寨脚下所有和大当家年纪相仿的男子都杀了。他们正往这边搜过来，很快就搜到这儿了。哎，我说小红袍，你怎么成进了水的木鱼，敲不响了呢？红袍姐，你可是我们的水乡军师啊，快开金口啊！平日里我们什么都听你的，把你奉若子孙娘娘驾前的玉女，在这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没有主意啊！都给我闭嘴！你们先出去，让我静一静。走，咱们出去，让他好好想想，想个主意出来。大当家，为了救你，救外面的喽啰弟兄和乡亲们，我又想出了一个坏主意。老二哥、老六、小孟为着我这个主意，都要去死。我不想大伙儿都死，可是我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大伙都叫我红袍诸葛，我不是，我不过是一个笨丫头。我的聪明都是大当家你逼的，因为每次看到大当家有危险，我着急，恨不能危险的是我，急着急着才逼出一个主意。可这一次，我的办法却是让大伙儿都去死，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
我明白了，你别着急呀。你呀，不是没想出主意，你是想出主意了。可是，大伙要在你这主意里去死，对不对？二哥，我大当家和连云寨背上了通辽卖国这么大的冤屈，咱们得报仇雪冤。你说说看，连云寨的一切事情都在大当家的身上。作为他的兄弟，不能救他，你说就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好，既然三寨主不肯说出计策，那咱们就跟他们拼命去。走，老二哥。只有这一个主意，能够救大当家，救寨里的兄弟和连云山脚下的乡亲们。可是，我们当中会有人不能生还。红袍，你可以代大当家行令。我们当中要有一个人去向顾惜昭自首，举报大当家藏身的地方。什么？谁要是不听我的令，现在就带大当家宰了！举报的事情有了二哥你去，因为你是老江湖，能糊弄得住顾惜昭。善奎老六、小梦，你们和我一起去找一处隐蔽的地方，让老二哥告诉顾惜昭，那儿就是大当家藏身的地方。小梦，你有模仿飞禽走兽和人说话生意的本事，你来冒充大当家，在藏身处和顾惜昭说话，让他相信藏着的就是大当家。我们在藏身的地方事先买好炸药，有了二哥引他们进来。只要顾惜昭一进，我们就和他同归于尽，玉石俱焚。这样不仅能除掉顾惜昭，而且还能制造大当家和顾惜昭同归于尽的假象，骗过朝廷。大当家一死，他们就再也不会难为寨里的兄弟和连云寨山脚下无辜的乡亲们，而且大当家也可以趁机逃出连云寨。顾惜昭要是不相信怎么办呢？关键就在这里。善奎老六，等老二哥把他们带到我们藏身的地方，你就出去骂老二哥。我一定要真骂，就当他真的出卖了大当家。老二哥，你要和善奎老六以死相拼，你们两个人要真打真杀。我二哥，你一定要下得去手，杀了善奎老六。二哥，你一定要下得去手，因为只有你杀了善奎老六，顾惜昭才能相信你。这一步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就像脑袋对人一样重要。按到那一头，就是乌鸦岭废屋，藏身的地方就选在那儿，因为那儿看上去像个藏身之地。这样也好，借着爆炸可以堵住暗道口，大当家就更安全。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山鬼老六临死之前还能再画一次墙。山鬼老六死后，我和小梦就用画击顾惜昭。只要他一踏进我们事先买好炸药的地方，我们就同他一起粉身碎骨。我不能同意啊！你让我把话说完。小红袍，咱们俩换一换。我的年纪比你大了许多，脑力功夫都不行了。这个计划如果成了，举报的人就有可能活下来。我活不了多久了，还不如
你年轻人活下来。还有，你是红袍诸葛，脑子反应比我快呀。与顾惜朝这个王八蛋周旋，你比我强。二哥，你不用跟我客气了。说实话，我还是存了点私心的。你二哥平生挣来的一点英名，来之不易呀。我整天在江湖上刀口上混，早晚得挨上一刀。你总得让我保全这一点虚虚的名声吧。好，我答应了。咱们换。红袍姐，要是大当家真的以为你出卖了大伙儿，那时候我们不在了，你解释不清楚，那怎么办呢？不解释了，救了大当家，我就死，反正还有老八在。傻丫头，谁不愿意好好的活着？死是不得已的。大家都知道你对大当家的心思，你一心爱着他。二哥，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早死早投胎。20年后，我又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再去找他。好丫头，你要活着，大当家身边就多一个人，你要暗地里帮助他，你要忍辱负重的活着。你能答应二哥吗？你有这个骨气吗？还有那面画着大当家图像的墙，本来大当家让我把它送到碎云渊去，也托付给你了。你替大当家把它给西红泪送去。我答应，二哥，我答应你们，我活着，和大当家一起活着。小梦，虽然你名位排在老八前面，其实你年纪最小，见到女孩才刚知道害羞。姐姐还说要给你找个媳妇儿呢，可是现在却要让你去送死。红袍姐，你别说了，你跟我们说过，咱们在刀口上过活的人，遇到的恶人多，好人少，生死难预料。可是为了一个义字，人活一辈子，能够不后悔，值。好，咱们这就跟大当家告别。走。大当家，为咱兄弟们报仇，为咱连云寨伸冤。大当家，别这样！将会动了真气，换做你也会像兄弟们这么做的。刘哥，小梦，走，咱们先去荒山废屋。等一下，我这儿有些毒丸，大家都吞下。解药在我这儿，如果谁去告密，也是死。哼，红袍姐，大家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早就了解你。你这些毒丸是你平日里偷偷吃的米花糖。小梦，到了荒山废屋，你先买炸药，我再化疗你。刘哥，你又偷懒，谁让我比你大一把交椅了？
想不到临死还可以痛痛快快的画上一笔啊！哈哈哈哈哈！绿哥，你别走那么急啊，等等我。这两个兔崽子，倒真是视死如归呀！我也是山鬼老六、老七小孟那句话：大当家，为咱兄弟报仇，为咱连云寨伸冤。我虎啸老血光这把老骨头，临死还能熬出半斤8两油来。小红袍，不要反悔，好好的活着啊！我走以后，过1个时辰，大当家体内的真气就能恢复聚拢一些。再过1、2个时辰，你就能动了。记住，一定要等顾惜昭他们都走了以后，你才能出暗道。我已经安排老八在虎尾溪等候你，你可以去那里找他。我确实没有看错顾惜昭，只是我估量错了他，只安排了老八1个人做后援，太少了。大当家，红袍和兄弟们就把你1个人扔在黑暗里了，你要多保重。齐少生，你快出来！快出来！哎，他的计划还算周密啊，算无遗漏啊，却没想到人家7大寨主宁死不降，舍了命去救戚少商啊！他的计划恐怕要功亏一篑喽。所以他往火在这儿出去呢。你们俩知道我最佩服戚少商的是什么？不是他的武功，也不是这座连云寨。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他居然能让那些寨主一个一个心甘情愿地为他去死。我手里要是有这样的人，哪怕就只有1个，我也不需要用这种方法逼戚少商出来。哎呀，顾公子说话总是那么不留余地啊，整个人就像根肉刺儿。没错，肉刺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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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公子，这么干，你觉得有用吗？像戚少商这样的人，遇到这种事，他一定会现身救人。这就好像牛羊只吃草不吃肉一样简单。把牛羊逼急了，不吃草也吃肉。你们这么杀这些无辜的汉子们，是逼着他们的家人把戚少商给藏起来，好替他们报仇吗？我知道这些喽啰们家里的富有老小，正等他们回去吃饭。我也不想这次炊烟变成坟头烧纸幡的烟。这要是戚少商不出来，我是来自首的。搜他。顾惜昭，我可是一个女子，不让搜，我怎么放心？搜吧。我来搜，哎，我来搜，哎，来，我来搜，嘿，嘿嘿嘿嘿嘿，那我可得好好搜搜。等等，顾惜昭，
你想知道七少商藏在哪儿吗？想知道的话，就得答应我一件事。答应什么事？他要是敢动我一下，哪根手指头动的，就把哪根手指头给剁了。冷将军，他要是再不说出七少商藏在什么地方，你爱怎么搜就怎么搜。有我和鲜鱼先生加之一干高手在这里，他手里的兵刃已经丢了，亮腿也不能走。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先摸他的漂亮脸蛋，至少那是眼下看得见又摸得着的地方。红袍，怎么了？哎呀，你让我答应你的事，我已经替你做了。归长，你说吧。要是七少商死了，还用得着他们这么受罪吗？自然可以获得朝廷赦免，让他们回家吃饭。红袍，红袍，你在想七少商？不错，有他时春自生，无他时心不宁。你为什么要杀七少商？别说因为他是汉奸，我不信。因为他欠了我债不还。什么债？情债。天圆地方那么大的情债，你打算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既做不到和他藕断丝连，也做不到一刀两断，更不会像其他女人那样，泪珠像小雨一样的流，得不到就杀了。最毒女人心，天下至毒的香子叶，也毒不过女人的心眼。除了我，江湖上还有个女人要杀他，就是那个长得12分的漂亮，连他屋里的耗子都是双眼皮的西红柿也要杀他。像我们这样心毒的女人还真不少呢。你要杀他不难，七少商想不到你会杀他，你可以自己动手。我见过你出手的动作，像流星一样快。就像这些荆棘，你要我拿着它不好拿，因为上面都是刺。如果给我一把刀，把刺除了就好拿了。你就是那把刀，而这些刺就是其他6位债主。你替我整治好了，我才可以拿七少商。在大顶峰上，我出手杀七少商的时候，你为什么阻拦我？因为我要亲手杀了他，我一直在等这一天。我的任务是杀七少商，至于谁杀，我不在乎。说实话，我宁可不用自己动手杀。
你也在想戚少商？不错，我在想如何能尽快杀了戚少商，结束这件令人厌烦的事情。戚少商就藏在乌鸦岭荒山废屋里，劳学光、马掌柜，还有孟有威和他在一起。不过孟有威已经死。我不相信。那你可以选，要么杀了我，要么相信我，和我一起去乌鸦岭荒山废屋，助我除掉马掌柜和劳学光，我杀戚少商。你可以为他去死，你忘了吗？我没有。戚少商一死，我绝不独。你年轻美貌，应该活着。等这一切事情过去，比戚少商好的英雄好汉有的是。是吗？那你说说看，在你心里，如戚少商的还有谁？有名的、没有名的都算。像他那样的人，你遇到过几个？只有他一个。大当家，乌鸦岭的人放了小箭，戚少商可能在那里。再不去，人可就跑了。山鬼老六死后，我和小梦再有话接顾西照。只要他一踏进我们事先埋好炸药的地方，我们就同他一起粉身碎骨。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红袍，去引戚少商出来。老二哥，老六，你们让我下山去找穆纠平，带人来接应大当家。我半道改主意了，我找到顾大寨主，向顾大寨主说明大当家通汉奸是被人陷害。老六，你把大当家带出来。老六，因为我已经说服顾大寨主不害大当家，而且他还答应和我们一起护送大当家进京。我们去朝廷定能把事情说清楚啊！好啊，红袍，你等我一下，我还留着一堆未读的暗器，
个个见血封喉。等我用未毒的暗器把大当家全身穴道扎个遍，然后再把大当家交给姓顾的，你看如何？老六，你在开玩笑吧？是你在开玩笑。你们不听我的话，只能让大当家走不得。呸！你这毒如蛇蝎的妖女，你得不到大当家，怀恨在心。大当家把顾惜朝这头恶狼引进连云寨，又夺了你做水乡军师的势力，你更怀恨在心，所以你就一不做二不休，出卖了大当家，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干什么？这里现在由阮红袍主持，退下。好，非常好。